方舟，你可算到了，我還以為你今天不来了。抱歉，差点遲到了，出门晚了，一看时间来不及，趕緊打了車過來的。還好趕上了。說起來，打車這個場景，因為它即時性很強，確實非常考驗一個人的中文聽說能力。的確是這樣，每次打車對於中文學習者來說，就像一場口語突擊測驗。司機師傅說話語速快，可能還帶有口音，背景音又很嘈雜，真讓人頭疼。所以為了幫助大家都能輕鬆通過這場測驗，今天這期節目我們就來為大家送上一份中國打車終極指南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 Mandarin Chinese Podcast， 我是林靜。大家好，我是方舟。今天我們就來聊聊在中国怎麼打車。我們會分成2種最主要的方式，一種是在路邊招手攔的出租車，另一種是用手機 App 叫的网约車。我們會把整個流程從叫車、溝通到下車付款全部講清楚，讓你下次可以充滿信心的打到車。太好了，那這2種方式有什麼核心的區別嗎？我應該怎麼選？問得好。簡單來說，出租車的優點是靈活，在路邊看到空的就可以招手，不需要 App。 缺点是在高峰期或者偏僻的地方很難等到。那网约车呢，有什麼優缺點？网约車的優點是方便，可以用 App 提前叫車，價格也提前確定好了。但缺點就是你必須會用 App， 而且常常需要和司機電話溝通位置，對口語挑戰更大。原來如此，所以如果是臨時在路邊，可以試試出租車，如果是有計劃的出行，最好用網約車。完全正確。那我們就先從傳統的出租車開始。你攔下車之後說的第一句話是什麼？是不是要先說你好，然後說我想去？可以，但不夠地道。在中國，對出租車司機有一個非常通用而且充滿尊重的稱呼，那就是師傅。師傅是功夫電影裡的那個師傅嗎？哈哈，看來你很喜歡看功夫電影呀。他們的發音一模一樣，但漢字和意思不一樣。功夫電影裡的是師傅，像父親一樣的老師，而我們稱呼司機用的是師傅。哦，那麼師傅這個稱呼是專門用來叫司機的嗎？不只是司機，在中國我們習慣稱呼司機、修理工這些有專業技能的勞動者為師傅，這是一種表達尊重的方式。哦，原來如此，用師傅這個稱呼確實感覺親切多了。沒錯，而且這個稱呼不分男女，無論是男司機還是女司機，叫師傅都非常合適和禮貌。所以你上車後最地道的第一句話就是直接說去哪兒，比如師傅去人民廣場。這下學到了。這裡有個小問題，如果司機不認識我要去的地方怎麼辦？好問題，不過你不用擔心，很多司機對路況都很熟悉，偶爾遇到比較偏僻的地方，他們會用手機搜索後跟着導航走，不會出錯的。那萬一我感覺司機好像走錯路了，或者他沒聽懂我說的地方怎麼辦？別慌，最好的辦法就是把手機上的地址拿給他看。你可以說，師傅，麻煩您看一下地址，是這裡。這樣司機就可以將導航調整為正確的目的地了。這樣就安心多了。對了，林靜，坐出租車是不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詞叫打表？沒錯，你提到了一個關鍵點，打表就是指啟動計價器。正規的出租車都是必須打表計費的。上車後你可以留意一下司機有沒有按下計價器，如果沒有，你可以提醒一句，師傅，麻煩打一下表。明白了，叫出租車的流程基本上清晰了。那接下來我們說说更複雜的網約車吧。好的，在講具體流程之前，我們先得聊聊網約車裡一個很常見的選項。方舟，你在用打車 App 的時候，有沒有看到過一個叫拼車的選項？有，我看到過，價格確實便宜不少。那是什麼意思？是不是要跟別人一起坐車？完全正確。拼車就是系統會幫你匹配1-2個路線差不多的乘客，
你們一起分享這輛車，因為分攤了路費，所以價格會便宜很多。聽起來不錯。那有什麼需要特別注意的嗎？當然有，最重要的一點是，因為司機需要去接別人或者先送別人，所以花在路上的時間通常会更長。如果你趕時间，就千萬不要選拼車。我明白了，這是用時間換金錢。如果我不趕時間，選拼車就很划算。沒錯。另外，上車後你可以主動跟司機確認一下，說：“師傅，我是拼車的。”這樣可以避免一些小誤會。聽起來也挺簡單的，下次我就試試拼車。那你可得好好聽接下來的內容啦。一般情況下，用 App 叫車後，最好提前幾分鐘在約定的上車點等候，這樣也能節省時間。那萬一司機沒看到我呢？這種情況，司機通常會打電話過來，一般會說：“喂，你好，你下單的網約車到了，請問你在哪兒？”關鍵就是最後一句，你在哪兒？這時候我就犯難了，經常不知道該怎麼描述自己的位置。最好的方法啊，是描述你周圍一個最顯眼的標誌性建築，比如：“喂，師傅，我就在星巴克的門口。”給出具體的視覺信息，司機就很容易找到你了。但一條街上可能正好有2個星巴克呢。你考慮得非常周到，所以描述位置的關鍵是具體再具體。最好的方法是一個大的地標加一個精確的位置，比如：“喂，師傅，我就在萬達廣場1號門的那個星巴克門口。”這樣司機就不會找錯了。萬達廣場1號門的星巴克門口，這個信息量就非常準確了。但如果周圍同時有5、6個人都在等車呢？這時候就要增加更具體的信息了。你可以接着說：“我穿着一件藍色的外套，在門口等你。”這樣就非常具體，萬無一失了。對了，還有一個特殊情況，如果你在機場或者火車站叫網約車 App， 通常會直接把你引導到指定的網約車上車點。哦，就是有一個專門的地方等車。是的，你只需要跟着 App 地圖和路上的指示牌走到那個區域等車就行了，這樣司機找你也更容易。明白了。那如果到了上車點，但我找不到他呢？你可以反問他：“師傅，我沒看到你，你的車是什麼顏色的？”或者你可以核對車牌號，這是最準確的。“師傅你好，請問是車牌尾號1234的車嗎？”核对車牌號，這個方法太聰明了，這樣就不會上錯車。好，現在你找到了車，坐了上去，是不是就完事兒了？應該是吧。目的地在 App 裡已經設置好了，不需要別的信息了吧？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，核对身份。為了安全，司機通常會跟你確認一下，他會問：“你好，是尾號5678的乘客嗎？”尾號就是指你手機號的最後幾位。這個太重要了，那我應該回答對，是我。完全正確，這是最常見的一種確認方式。但方舟，我還要告訴你另一種可能性。有時候，特別是在火車站這種人很多的地方，司機會更謹慎一些。他會怎麼問？你上車之後，他會問：“你好，麻煩報一下手機尾號。”這時候就需要你主動說出你手機號的後4位。我明白了，我要回答我的尾號是5678。我覺得是不是還可以再順便確認一下目的地？例如補充一句：“師傅，去機場 T3航站樓，對吧？”這個做法非常好，多一次確認，多一份安心。手機尾號和目的地確認無誤後，行程才算真正開始。好，現在我們成功上車了。在路上，如果我想讓司機開快一點，可以說快一點嗎？會不會不禮貌？直接說快一點會有點生硬，你可以用更委婉的方式加上原因和麻煩這2個字，比如：“師傅，不好意思，我有點趕時間，麻煩您盡量快一點，謝謝。”確實，這樣說就禮貌多了。那如果快到目的地了，但我想在路邊的某個位置停車，該怎麼說？你可以說：“師傅，就在前面那個紅綠燈口停吧。”或者更簡單的：“師傅，就在這兒停就行。”
就在這兒停就行，非常實用。如果你指定的地方不能停車，司機可能會說，這裡不能停車，我再往前開一點再停吧。明白了。對了，如果行程中走了高速公路，費用是怎麼算的？好問題。行程中產生的高速費或過橋費，一般需要乘客額外支付。司機會在快到目的地時提醒你，比如，你好，高速費是15塊，你在付款的時候就需要把這15元加進去。那最後一步就是付款了。在中國，現在打車是不是基本都不用現金了？沒錯，無論是出租車還是網約車，手機支付都是主流。如果是網約車 ，App 會自動扣款。如果是出租車，你可以問一句：“師傅，可以掃碼支付嗎？”他會給你出示一個二維碼。這裡有個大問題，很多外國遊客並沒有中國的銀行卡，該怎麼辦？我還能用網約車 App 嗎？還能掃碼支付嗎？這確實曾經是一個問題，但現在情況好多了。首先，大部分網約車 App 已經支持綁定國外的 Visa、Mastercard 信用卡了，行程結束自動扣款，你全程都不用操心支付。哇，那太方便了。出租車呢？出租車也没問题，最常用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也都推出了面向外国人的服務，允許直接綁定你的国際信用卡。設置好之後，你就可以像中國人一樣掃碼支付了。所以上車後問一句：“師傅，可以掃碼支付嗎？”就沒問題。這個信息真的太有用了，這下安心啦。哈哈，那我們來總結一下，今天我們不僅學了打車的關鍵表達，還了解了出租車和網約車的區別，以及最重要的支付問題。你覺得最大的收穫是什麼？最大的收穫是知道了整個流程中的所有細節，從用師傅這個稱呼來拉近距離，怎麼精確描述位置，到上車後核對手機尾號，再到最後的支付方式，這些細節讓我感覺特別有安全感，不那麼害怕了。說得太好了，克服未知的恐懼是成功溝通的第一步。好，那我們最後來快速演練一下。场景一，你在路邊攔下了一輛出租車，想去北京大學。師傅，去北京大學。非常好，簡潔地道。场景二，你用網約車叫了車，司機打電話給你，你的手機尾號是5678，你正站在人民廣場的博物館門口。喂，師傅，你好，我就在人民廣場的博物館正門口，我穿着一件黑色的 T 恤。上車後，司機問：“是尾號5678的乘客嗎？”我回答：“對，是我。”太完美了，完全可以出師了。你看，掌握了这些，打車就不再是一個挑戰，而是你自由探索一個中國城市的工具。沒錯，學會了打車，感覺我的活動範圍一下子就擴大了。希望今天的內容能幫助大家，讓你們也能在中國輕鬆自如地出行。當你能隨手攔下一輛車，自信地告訴司機目的地時，你就真正融入了這裡的生活節奏。大家在中國打車時有過什麼有趣或者尷尬的經歷嗎？或者還有哪些想學習的出行場景？歡迎在評論區留言告訴我們，也別忘了點讚訂閱我們的頻道。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，感謝收聽，我是林靜，我是方舟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，拜拜。